识形态，然后去在里面找敌人。他要上街抗议移民署，就尾巴咬狗了，完全命中，等于是政府在看他的指示在做事。因为中共身份证大翻车，所以八炯现在已经成为他们的头了。但其实八炯是谁的 speaker？ 是黑熊的 speaker。汉哥怎么讲啊？鼓吹武统不是言者。你可以处罚他，可是有必要处罚到取消居留权吗？那我言论自由，可是因为你是执政者，或是你是执政者的好朋友，然后讲了执政者不喜欢听的话，我就说这个不叫言论自由，然后就造成他跟他小朋友分离。他这个武统的做法跟中共身份证是挂在一起的。那这些陆配跟武统讲武统言论，跟台湾人去捧中共有中共身份证，逻辑就一个嘛，叫第五纵队啊，第五纵队不就黑熊一直在讲的？然后现在政府赖17条要抓这个地方，对，所以我要把这些人都一个一个挑出来。难怪黄安被抓出来。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武同号被抵制，为什么被抵制呢？因为有绿营的网友，这个 Nico Madigan 尼可高端，我没在喝手摇饮，今天才发现这个店名这么恶心的手摇分店还开了120家，台湾人神经也太粗了吧？这是他们店里面的说明哦。贯穿古今于4700年，是中华文化的代表。跟你讲，这个就是意识形态不正确，对，要改成东亚文化。而它的发源地呢，就在河南博同区。相传神农氏采茶在此地，视为茶的起源，延续至今，有着中原茶香美名。因此，我们取名同为字，有着承袭茶饮文化、保留传统精髓之意。就这样，这同是这样来的，跟统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你看，它叫乌替，它也没有统啊，乌通替没有啊，但是就被出征哦，所以干超智障哎。然后我看到后面还有青鸟是说，那你为什么要用同这个字？他说你可以取什么博啊，对啊，博号啊，你可以取博啊。那你可以说，那我帮青鸟说好了，铜博区你为什么不用博啊？从铜博区起源叫博起号啊。好不好？那青鸟就这样解答好了。我觉得就是文字狱啦，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是说这个真的只是凸显出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已经蒙蔽了一切了。有人说，那统一的星巴克，你们为什么不去杯葛一下？对啊，统一的字更多啊，统一师你为什么不去杯葛一下？对啊，赖清德还是支持统一师的，可是我也觉得他们不是蠢，因为他们就是一个策略性的想要挑起社会的仇恨。对。这是一个恶意发起的事件，而这个事件的起源跟最近针对陆配所谓武统是有关联性的。觉得就是激起社会的对立面，可是他们就是不断的创造新闻，不断的让这件事情在我们的舆论圈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出现，从雅雅的事件。然后现在又有武统，然后这个相关的新闻跟赖清德的赖17条做一个搭配，那这个东西的延续下去，把社会每一天让这个氛围不断的激发，不断的激发。那为的是什么？我觉得回去的还是大罢免潮，因为按照现在的罢免的比例，你只要巩固25%的选民就好了。因为我觉得会跟罢免连接在一起，是因为罢免就是仇恨动员，然后仇恨动员用什么方法？就是这些在国内自己找敌人，找敌人之后我就帮你扣帽子，用文字狱的方式，用扣帽子的方式，然后我们自己这群人就会越来越巩固，然后这个巩固的圈会越来越大，是因为号称中间选民，他就很多都是西瓜派，他觉得什么国民党的这群人，或是什么这群人怎么都是跟中国走的这么近，好像是跟台湾主流价值不同，然后反对中共的这群人好像声音非常的大，然后号称中间选民的话，就会越来越靠近这些所谓的把你打成武统的这些人。对，那目的达到了，好，自己基本盘巩固了，中间选民西瓜派吸过来了，那罢免就成功了。那汉哥怎么讲啊？鼓吹武统不是言论自由，标题哦，代表说他要主观论述，定调就是鼓吹武统不是言论自由，主张统一没问题，主张武力统一那就违反国际公约，明显的犯罪行为，这是太过浅显易懂，居然还有国人同胞误解或不理解，我很惊讶。中华民国主权独立已创立存在1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号建国，造成2个中国的事实。其实光这句话就是共独论嘛。近来呢，文攻武吓，打压中华民国的国际舞台生存空间，企图消灭中华民国与并吞台湾。我常说，对内竞争，对外团结。对内竞争求执政，用民主方式取得多数民意；对外团结反并吞。面对境外敌对势力呢，中华民国台湾2340万人同舟一命，必须团结。我要看到黄伟汉这边胡扯些什么？请问这个陆配已经着手执行了吗？他就是嘴炮啊！你可以处罚他，可是有必要处罚到取消居留权吗？先说啦，雅雅有没有讲武统这2个字？
他真的没讲，从头到尾都没。至少我们看了一下是没他讲。可能有一些擦边。中华民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没有说我可以讲什么，不能讲什么。对，这是宪法层次哦。是回到亮哥讲的那句话是说，因为他讲了可能台湾人不喜欢听的话，对，然后就造成他以后生活啊，或者是跟他小朋友分离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他只是一个路配，然后一个可能在 TikTok 里面有一点流量的一个。他的 TikTok 是因为这件事才开的。哦 ，OK， 他的之前是被搬运的，他的 TikTok、IG、YouTube 那些都是被人家搬运的。我问过他，他只有自己开的是别人路董，弄他的。他只有开路董。那以他的身份，会因为他讲一句话，然后真正造成武力统一台湾这件事情吗？然后他是机械狗大师吗？武统，然后机械狗大师。对，就这样。然后你用这种方式就取消他的居留权，取消他居留权，我觉得那其次啊，重点是他跟他的小朋友就分开了。你用10天，用一个国家这么大的一个权力去警告他，去威吓他，然后把他赶走，还说你10天如果不走，我要把你强制驱离，威胁他。可是问题是说，按照法律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他的小朋友在台湾他是可以申请长期，我不知道是6个月还是多久。对，但是他现在不知道他可不可以申请。他不行啊，大家认为是可以，因为他有一个小朋友在台湾的事实。对，可是今天罗世芳就说没有，就是10天。任何一个法治的国家都有一个救济的管道，你也没有让人家有任何的救济的管道，然后你就把人家赶走。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亮哥这次又批判了嘛，就是说你要说武统不是言论自由，为什么我没意见？因为这个危害到国家之存续。那好，那台独也不是言论自由，所以我们在讨论一个事情，那总要有一个逻辑嘛，就是说今天小偷 A 偷你的钱是偷钱，小偷 B 偷你的钱说这个没关系，有这种事他不都偷钱？双标仔。对啊。89要带人去出征，说要上街啊。他觉得移民署好像动作太慢，对，陆委会他要上街抗议移民署，就尾巴咬狗啦，完全命中，等于是政府在看他的指示在做事。对，几个因素了，背景因素是黑熊，黑熊早想把所有的他们称之为中配通通赶出去，要不然就拘留，要不然就直接控制。其实这是相当恐怖的行径第二个问题他们这种连看的方式，其实就是89一直以来做频道，每一集都在造谣。最扯的事情是，现在的内政部跟移民署完全归他指挥。那为什么？其实这是延续他的中共身份证翻车问题，因为中共身份证大翻车嘛，20万嘛，20万到现在查不到，所以89现在已经成为他们的头了。对啊，但其实89是谁的 speaker？ 是黑熊的 speaker。是啊。89他说这么想当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怎么不敢把你的中共身份证秀出来，还赖在屏东不走呢？难道你不知道可以办中共身份证吗？呼吁各位网友把他影片下载去国安部调查局检举他，他现在就到处抓。那他都不用去背负任何诬告或是一个不用一直在为他的中共身份证这事情找他的合理化台阶嘛，就是找新的假想敌去打。所以我说他这个武统的做法跟中共身份证是挂在一起的嘛。那这些陆配跟武统讲武统言论，跟台湾人去捧中共有中共身份证，逻辑就一个嘛，叫第5纵队啊。第5纵队不就黑熊一直在讲的？然后现在政府赖17条要抓这个第5纵队，对，所以我要把这些人都一个一个挑出来。难怪黄安被抓出来，因为黄安就是最激进的那个，他可能是老第5纵队的老红军啊。对。这个更瞎。战争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好，第一个叫什么？支持军队，加入志工，做好国土防卫。这个我还理解，这3个我还理解。第4个，在网络上与敌人作战。战争的时候还很忙，还要去做这件事情。对，再来更好笑了，打击争议讯息、假消息，不是打击假消息而已还包含争议讯息什么是争议讯息？青鸟不爽的就争议讯息嘛，黑熊不爽的争议讯息吗？哇靠！所以难怪黄安被端上，因为黄安是争议人物嘛。再来回报敌军资讯，我跟你讲这个要命这战争罪。当平民做军事支援行动，包含回报敌情这件事情，你被发现，你是合法军事攻击目标你具有准战斗身份这不能乱搞然后最后一个最好笑，继续工作并缴税。我操你妈的！干国家被你们搞到战争了，我还叫缴税给你。然后最好玩的是打仗是有电是不是？有网络是不是？还要工作打仗能工作，不用进防空洞所以这里面牵涉2个层次一个就是淡化战争，第2个是鼓动民粹。所以你看我们后面这一大块有没有？从亮哥聊到89，聊到黑熊，你会觉得是有一条线，这一个战略很明确，然后战术很丰富。然后呢，最近不是凯凯很烧吗？然后他说89你那么爱台湾，阿炯你人伫倒位啊？